所以你曾经告诉我们说，你的投资有3大的关键。第一个关键是你要去看总体经济，就是这个市场是多头还是机头。你说这个是 AI 的这个大多头，你觉得千载难逢。接下来要看景气循环，接下来要看公司这个基本面，这是你的这个所谓的投资3大步骤。对，大的宏观环境它一定会有周期性，它一定会有景气循环。那 AI 这一次的资本主义的牛市啊，它已经打破了这种所谓的过去我们常讲的可能7年到8年一次景气循环、一次利率循环的周期，因为它整个资本支出所推动，包括技术严格所推动的力道太强了。它已经打破了这个周期了，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现在目前的周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像工业革命啊，我们都没有经历过的那样的周期，甚至比网络科技还大的一个周期。所以大环境上面呢，基本上周期你要先确认，现在目前的一个条件跟形势是什么，接下来你就要确认产业咯，到底什么产业才是在这样的一个周期下面呢，它是最有利的？比如台股这么多的产业，你到底要投资食品、化工、纺织，你还是要投资 AI 伺服器、半导体这些产业，你要去做确认，因为这些产业会跟整个周期的大的环境运用，它是相辅相成的。那确认完产业之后呢，你就要再往下去找到这个产业里面厉害的公司。对，那一般这种投资路径呢，我们叫做由上而下的投资路径，就是 top down。先从宏观环境看产业，从产业再去看个别公司，这叫 top down。但是有另外一种投资思维，就完全不去看这些大环境，我只去看个别公司它的竞争力，那叫做由下而上 bottom up。所以这2个思维呢，我觉得我们的观众朋友、投资朋友，大家都可以去运用。我个人是把这2个思维合并运用，因为大环境归大环境，我们常讲嘛，经济学家10个有11个不同的理论嘛，11种不同的看法。你听经济学家的这个看法去买股票，不见得一定会做到标股，对不对？所以说你在微观环境的观察上，哪一些公司最有竞争力，哪一些公司是 fundamental 的，你一定要先把它抓出来。比如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这一波 AI 如果没有台积电，我们会有 AI 现在目前的发展吗？当然没有。如果没有辉达，我们会有现在 AI 的发展吗？没有。所以这2家公司是不是最重要？是。那你应该去思考，在由下而上的思考层面下，你要去思考，在这2家公司所牵连出来的哪一些是跟他们在一起的共同的伙伴？对。那这些共同伙伴，因为这2家公司的成长，这些共同伙伴呢，就能同样的得到这种成长的力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年跟从去年一路以来抓到一些很会涨的股票，主要原因就是其实这个不难的，它就是一个逻辑，跟着台积电，然后跟着台积电越紧密的越好。是的，就是而且它是台积电越不可或缺的，它的技术条件专利是越强大。对，那这些公司呢，越没有被替代性的呢，那这些公司呢，当然就是最获利者。所以回到您刚刚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常讲嘛，台湾的这个领劳保1000多万人，对不对？有几个人在半导体？有几个人在台积电？台积电全球员工就5万人。你真正在半导体，在最核心的 AI 圈的人，可能只有20-30万、30-40万吧。那我请问你，其他的1000多万人你怎么办？你不在这个核心圈，你在服务业，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分享到这一次经济跟 AI 增长的红利，你怎么办？你唯有靠投资。你只有靠投资去分享这次经济增长的红利跟 AI 红利，不然的话 ，GDP 2位数增长，你都觉得它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而已。好，那我们小时候其实有一本书非常有名的，因为那时候股市在哪叫做股市圣经还是投资圣经，我有点忘了。我只记得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口号：随时买，随便买，不要卖。对。可是后来跌下来被骂惨了。可是当然现在不是这样的一个，就你刚刚提到，你有一个28原则。这边我们可能把那个28原则能不能讲得更清楚一点，就是我要怎么样去做配比？因为有人讲说，我就不要买啊，反正你刚刚讲我的未来是非常好的啊，你这个一定是在这个左上角，它一定会上升啊，我是不是股票抱着不要放，我总是会上去？还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怎么做调整？你刚刚提到不管是28、64、73都好，我怎么样把我的大水库跟小水库这怎么样的配比呢？好，你看巴菲特被奉为全球的知名的股神，他波克夏海瑟公司最主要的核心持股就5档。哦，对。那这个5档他不是都没有卖，像苹果他最近这几年一直在卖，对不对？但是呢，他还是持续持有了像 Visa 啦、美国银行啦、这些呢，他长期持有的可口可乐，他完全都没卖。那你想想看，巴菲特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要永远 buy and hold？因为事实上，美国股市很适合 buy and hold 这个策略。所以我觉得您刚刚讲那个股市圣经那本书，大家对他的你刚刚所讲的那句话，持续买不要卖，它其实基本上就是 buy and hold 策略，就是买入持有策略。
买入了，持有不要动，对，就是这样的策略。事实上，这个策略是巴菲特所奉行的策略。你说这个策略有没有错？我认为没有错，但大家对他理解只有一半。这个策略应该用在什么地方呢？它应该用在长期，而且是超长期投资上面。超长期投资，长期投资，比如说我们现在规划一个20年、30年的退休基金的规划，你用buy and hold策略，我完全赞成，我完全不反对，因为它就是可以打破景气周期循环的一个很好的策略。就像您刚刚所讲的，正常的市场、好的市场，它一定是往上，永远是往上走。比如说道琼，我们未来看到6万、7万、8万点，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可能。我们看到标准普尔500指数上1万点，甚至未来我们有生之年看到标准普尔500指数上2万点。都非常可能的。那既然是这样子，你为什么不长期持有呢？所以在这个引擎上，您刚刚讲我的创造财富的这棵大树啊，我最主要2个引擎，一个引擎就是被动引擎，一个引擎是主动引擎。被动引擎呢，就是做这个长期buy and hold策略的。所以buy and hold策略你一定要用对工具。对，我们不是巴菲特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像他买这么多股票，什么可口可乐买这样多，所以我们就买共同基金。我的策略长期引擎就是共同基金，比如说台股的共同基金，美国科技股的共同基金，或者全球型的股票型的基金，就是你可以在这里面做一个投资组合，去做长期的财富的增长。那另外呢，主动引擎的部分呢，就我刚刚所讲的，在这个引擎上面，我的策略叫做风险调仓。什么叫风险调仓呢？就当你看到市场相对风险大一点，比如说我们看到第3季风险大一点，我们会做减码，会做调仓。对，然后呢，等待这个流动性呢再次进场的机会，也就是说我把钱流出来变成流动性，我把股票卖掉变成流动性，我会一部分进入到这个长期的被动引擎里面，让基金定期定额继续运行。另外呢，我会在这个主动引擎上面留一部分钱，等待呢好的机会的时候，适时流动性再去买好的股票。那这个就是我的2个引擎的策略。好，那这2个引擎的策略呢，就可以让你的财富建构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下，而不失成长机会。那你这个主动的部分，我们看到你的股票有点惊讶，是连你都在买零股。对，就是说想说以下的状况，你知道应该整张买吧？就你就买了零股。那我们刚刚聊了一下说，你说买零股是因为你的有原则。我们再看一下你的这个所谓的投资3大关键，看到要看总体趋势，你要先确定它是多头往上走，你要看到这个我要找好的产业。第3个，你关键就在我要找公司基本面，要龙头股。所以你说你看上的股票，你不会随便乱买股票，你看上的股票基本上都很贵，所以你宁可买零股。你都要买你心目中的明星跟龙头股票。好，我买股票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500块钱股价以下的公司呢，我会用整股买，但是超过500块以上股价的公司，我一定用零股。那零股跟整股交易上面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零股只有9点10分才能交易，除此之外，它跟整股交易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那有时候它跟整股交易之间会有一点点价差，我觉得那其实可以忽略。那宝杰，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用零股吗？因为其实分批买入化整为零是重要的策略。比如我今天这样讲好了，微影这么好的股票这个6515的微影，它的股价最高涨到9000块、1万块，你一张股票要多少？1万块钱，1万块钱的股票，你一张股票1000万砸进去，你怎么砸啊？信华它的股价最高将近2万块，你要2000万的现金砸一张股票，你不觉得你会让你一次买入的风险太高吗？那你为什么不把信华的这个买入方式分成10次呢？你每次买100股，或是买50股，对，用这样分次化整为零的方式，把你的平均成本确立在一个相对的好的位置上。那反而是你的风险分散。对，因为它就是平均成本的概念。因为你一次买入，你的成本是确定的。比如我今天讲台积电好了，我台积电买在2000块。我一张股票台积电我是不是200万的成本就确定？但是如果你把台积电分10次买，同样的1000股你分10次买，一次100块100股这样买，你的10次买入的成本是不是分散的？那你就会把这10次的成本呢算数平均下来，你就是你的平均成本。那你的平均成本在你这样的操作策略下面呢，相对而言它会变得比较可控，因为一次买入的风险比较大。分散买入的风险比较低，像我在卖股票的时候，我一定也是分批卖，我不会一次把它卖光，也不会，那是有节奏的。对，分批卖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才不会把一张股票卖飞，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它的股价什么是最高点。
所以我会觉得说呢，分批买入，尤其是高价股分批买入，让你的平均成本可控，就是入场点可控，然后呢，你的卖出点呢也能达到你一定的这个理想目的。那这样的一个操作策略呢，其实在买卖点上面的一个控制法则。那另外提到就是80%或者70%、60%的这个所谓的稳定的大的这个水库，你的持仓。可是这样的 ETF 里面，就现在有个争议是，我怎么选 ETF？因为现在 ETF 有2种，一种是我可以配高股息的，对；一种是说我就是没有配息的。或很多人讲就0050跟0056之间的一个差别。那如果我今天是要买 ETF 的话，我要怎么去选择呢？而且我到底要选择主动还是选择被动呢？ETF 基本上它就是一篮子的股票，就是基金，所以它的性质不管主动被动，它的性质原则上是一样，只是说因为它买的标的不同，所以会有它的这个波动度跟它的报酬期许空间不同。比如说这样讲吧，我们今天会去买市值型 ETF， 我们主要呢是买台积电，对不对？因为台积电一般在市值型 ETF 的占比呢，通常都在3成到4成，甚至高到6成，甚至高到甚至7成的都有。那你今天去买市值型 ETF， 其实你一部分是买台积电，另外一部分是买台积电们，就是跟着台积电有关系的这些半导体啊、科技公司。我觉得长期资产配置的。那如果你买市值型 ETF 或者半导体型的 ETF， 今年的报酬呢，基本上应该会打败高股息型。那你去买高股息型呢，你通常会去买到富邦金、国泰金。中信金这些金控股，但是呢，你在市值型的这个 ETF 里面呢，你可能买不到这些金融股。所以说，你买高股息型 ETF， 你跟买市值型 ETF 的策略跟目的是不同的。我买高股息 ETF， 我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稳中求胜，我要让它波动度是低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高股息型的 ETF， 它的贝塔值相对低，比市值型或者半导体型的 ETF， 它的波动度是低的。但是呢，它的息又比较多。比如你刚刚讲到0050跟0056，你知道今年00502次配息已经确定了，它一年就配2次，应该是年初跟7月配1次。0050今年的息率不到2%可是0056今年它每季配，它现在要配第3季的。然后呢，你会发现它如果加上这个第4季预估的话，它的息可能会到10%，接近10%。所以你发现一个不到2%，一个到10%。但是你会发现0056的今年的资本报酬率输给0056的资本报酬率输给0050，还输蛮多的。对，所以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要纯粹就总报酬率来看的话，其实0056是胜出的。0050是胜出的，对不起，0050是胜出，0056总报酬率相对比0050低一点。但问题是什么？它的息是多的，是，所以就看你到底要息还是要资本报酬率。所以莫凡，你今天帮我们整理了这个东西，这是你帮我整理的，就是说，如果你要高股息、要债券息的，其实是你自己要先搞懂，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到底适合哪一块。你等于说我要做一点功课，我不是说我是傻傻的我就去买这个 ETF 了。对，那我会讲很简单的，如果你今天是年轻人。我会比较建议你偏向半导体跟市值型 ETF 的投资。那你当然你买一点高股息型的，为了平衡你的这个波动度也是 OK 的。对。那但是你年纪越来越长的人，我觉得其实你在这个高股息的比重要把它拉高一点，因为你年纪越来越长，其实你风险承受度越来越低，那你就应该要越偏向波动度低的。那你可以把高股息的比重拉高，就占整个投资组合里面的比重拉高。那主动式 ETF 又是什么呢？主动式 ETF 是非常仰赖基金经理人的每天的操作，所以他会尽量想要打败大盘。如果主动式 ETF 没有打败大盘，这张 ETF 存在没有意义。没错，它完全没有意义。我就买被动就好了。对，我就买被动，我就买市值型就好了。所以我的手续还比较管理费还低很多。对，它的总管理费是相对高的，就是主动式 ETF 它总管理费相对贵，所以你去买主动式 ETF 呢，基本上呢你是去做波段行情的。所以呢，像我在操作主动式 ETF， 我其实是把它当成股票在操作的。是哦。对，那有行情的时候，像今年第1季、第2季这样涨上去的行情的时候，我会去买主动式 ETF。像第3季，我就比较不会去碰主动式 ETF。第3季，因为我认为它是上下震荡，上下震荡行情比较主动式 ETF 就比较吃亏。就它的特性就比较吃亏。但是我认为第4季它的机会又来了。对，所以你可能可以在第3季底啊、第4季出去布局主动式 ETF。所以你可以把主动式 ETF 呢当成是你的这个持股的核心。
就是我刚刚讲的主动引擎的持股的核心，其中你可以把它主动式 ETF 放在那个里面。对，那我们在投资这个股票的时候，还有所谓的定时定额，别人讲说有的就是一笔。那我先开始有声音讲说，你这个时候不要买定时定额啊，定时定额看起来是分散风险，可是你就1年下来的话，你跟一笔丢进去，你的这个赚的这个差额会非常非常巨大。那我就不懂了，我到底现在我如果要投到 ETF， 我到底是单笔买，我还是要分期，等于说定时定额来买了？好，那这就跟我那个高价股用零股买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因为你高价股用零股买，你分散10次买，其实你就平均成本。定时定额它就是标准平均成本法，它的概念呢就是随着我每一次买入的这个时间的不同，好，那价格买入的金额确定，那我买到了单位数会不一样，好，因为单位数会因为价格变动而出现变化。那在终究时间长河下面，我会得到一个平均成本。那在这个平均成本，假设说我要卖出那个点高过我的平均成本，我就全部都是赚钱的。好，那这个是一个定期定额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叫做平均成本法，它是一个法则。好，那我觉得呢，你要怎么样去做这个投资呢？到底是单笔买入还是定期买入呢？如果说你今天有100万，你无法抉择的话，那你就要去先问问看你自己。你觉得现在目前是多头还空头，还是盘整？如果呢，你非常确认它是多头，那你当然一笔买入啊。如果你非常确认未来会一路涨上去，你当然一笔买入，你的效率会最好啊。但问题是谁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宝杰，你能回答吗？我也没办法回答。到4万8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会冲上5万，你就没想过。如果你今天问我说100万我去买哪档基金，好，然后呢，我是不是一次买入？我也不敢给你建议，为什么？因为那个涉及到你的钱，我也没有那个把握。那我就会建议你说呢，那你是不是分成5次、8次进场，或者10次进场？你至少可以去把你的成本在一个时间内把它固定下来。那相对你就不会说在一次的这个追高上面呢去套在最高点，或者说呢短期的高点。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大家自己的决定了。如果你有100万，你到底是要一次进场，还是要分10次进场？那就要看你想要的入场成本是要一次确定，还是平均的成本。那莫华，我们一开场的时候就讲到，现在对年轻人来讲，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那当然讲，如果我们今天投资，你说你一直鼓励年轻人要投资股市，因为那个对你的未来、对你的财富自由是有巨大的影响力。可是有的小孩子说，我就是没钱啊，我一个月可能只赚3、5万块啊，那我一个月可能只有拿5000块左右，3000、5000，最多1万块，我来投资定时定额。可是我就算是1万块好了，我1年不过12万，10年也不过120万。我真的能够财富自由吗？我真的可以从这边来改变自己吗？好，我们常讲嘛，成功要踏下第一步，所以不管你是一个月1万块、2万块，或者是一个月5000块，先踏出第一步。对，一定要先踏出第一步，因为你有了第一步，你才会有第二步。如果你永远在思考这个问题，就停留在宝杰刚刚那个问题上，在思考说我5000有用吗？5000有用吗？我干脆还是拿去吃喝用掉了之后，你永远没有踏出那一步，你可能30岁就变40岁，40岁就变50岁了。那事实上，其实长期赛道定期定额投资，它是要靠时间累积，它一下子不能产生太宏大的效果。你看今年台股涨60%，假设说你每个月只扣1万块，你今年扣6个月。你可能报酬才1、2万块钱而已，你觉得很不起眼，可是看到股市涨这么多，你会觉得很心酸，但没有办法，人生就是这样子。我们人生年轻的时候呢，就是累积期。到中年老年的时候呢，就是收割期，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经历，除非你是富2代含金汤匙出生，那就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每个人都走过这条路，我当年也是走过这条路。那我们到今天呢，也是一步一步累积上来的。所以我还是很建议年轻人，不管3000、5000、1万块，你一定要开始踏出第一步。对，那先从定期定额开始做，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策略。你也帮我们整理，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每一个月投入5000块，我每个月投入1万块，我这样子，其实你一开始觉得当然就非常非常的低了，对。可是你只要经过了数年之后，那个成效就跑出来了。对，你可以看到啊，所以巴菲特的雪球效应就是这样啊。巴菲特说，你只要给我一个雪球开始滚，然后给我一个长长的坡道跟足够湿的雪。我有足够的湿的雪，我有长的坡道，我有初始的雪球，我那个雪球滚下去，我那个雪球会越来越大。巴菲特他是告诉你，其实就是本利和的观念，时间、本金跟报酬率。所以在时间的长河下面呢，你有一定的报酬率，然后呢，你开始去滚这个雪球，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张表格上面的一个条件。你可以看到啊，5000块好少哦，宝杰，你看到，但是20年下来，你也有90万啊，将近300万啊。对。
好，更何况你不会只有每个月5000块，你会随着你的年纪、你的工作所得的增加，你可能会变到再增加，最后一个月扣到3万块。那你可以看到3万块20年就不一样了，3万块20年就有1700万呢。所以这就完全不同嘞，所以这叫做本金基数的概念，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本金基数的概念。一个本金基数是什么？我们可能从5000块开始，我们本金基数的累入可能每个月会变1万、变2万、变3万，所以你一定要这样的把你的本金基数尽量累入到大的一个基数，因为在越大基数下面，同样的报酬它所能产生的那个绝对金额的数字会差距非常的大。我听过我一个朋友怎么样帮他的小孩子，就是说他小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等于说一个月帮他存1万块，那存1万块了以后呢，他说他就是因为是定时定额，定时定额不会就是一直定时定额，你一定会时间到，比如说你可能设定个赚个25%或者赚个30%，你就把钱领出来。那假如说你今天投资个1年大概12万，2年24万，你差不多24万的时候，你可能领出来的时候可能是30万，那30万的时候他就把这30万当成一个 pool。你原来要扣的1万块，我还继续扣。那我这30万呢，我就再买一个基金，所以我就变成我本来一个月扣1万块，我现在变成一个月扣2万块。那我就慢慢的累积，慢慢累积。那等小孩子到了长大了以后，他可能扣三个户头到4个户头，然后这3个4个户头，他就累积的会非常快速。那你这3个到4个户头的时候，累积到一笔的时候，他就不要定时定额了，你就去选一个好的股票，然后再去买。所以可能这个小孩子一开始觉得非常非常的慢。可是等到他到20岁、30岁的时候，他可能就已经他的第一桶金就已经出来了。没错啊，因为就是本金基数啊，一开始本金基数小啊，后面本金基数越来越大。你刚刚那个朋友是很厉害的朋友啊，这个是很好爸爸，从他刚才出生就帮他每个月1万块，就让他时间周期是到他人生的最长，这是很棒的事情。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有那个能力，其实你也可以帮你的孩子做定期定额。你不要等到他20岁入社会的时候才做定时，你现在就可以帮他做。如果你有，当然这个前提是你有能力。那另外您刚刚所讲的那个叫做主动停利法，也就是说呢，当他定期定额一档基金到20%到30%的时候，我把那个获利领出来，然后我再去买另外一档基金，那个叫做主动停利法，那也是一个专业的操作策略。比如说我再讲一个大家都可以用的叫做5%停利法。什么叫5%停利？5%停利法呢，就是你会觉得啊，5%好像很少。我今天50万，我5%是不是25000块？但是呢，我每一次停利呢，我领出20%。哦，我不是只有我虽然赚95%，对不对？但是我是领20%，也就是说我领10万块出来。那我的原来的账户本来是50万不变，我领10万块，我这10万块领出来干什么？我10万块领出来去扣另外一档基金。是同样一样的概念，一样的概念，只是你的停利是20%、30%。对。那另外呢，也有种停利，就是说我很快停利5%停利，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设5%停利法啊，10%停利法，都是一样的概念。但是呢，领出来是领这个领1倍就对了。对。就是你5%停利，对不对？我可能可以去领20% 出来。就是5%停利，但是领20% 出来。对。用这样的方式，用这样的这个，你说10%停利，我再去领20%出来也是可以。好，那么我们都是经过很多的练习、很多的经验来到现在。那我看到你自己的过去故事里面，你看了很多的财经书，你看了那大家就非常好奇是，你这个过程里面，我要看书吗？还是我要去用什么方式？还是我去看什么样 app？ 或者我现在有 AI 了，我要再用什么样的程序可以精进我自己嘞？好，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除了书上没有的。就书或者说呢，资讯是非常多的。我们早年那个时候，我要去找一本技术分析的书都找不到。我刚刚开始入股市的时候，民国80年的时候，真的那个资讯非常少，完全市场没有一片空白的情况下，那是一个主力时代。那现在年轻人何其有幸，因为现在的课程啊、各种书籍啊、网络资讯非常多，现在不缺资讯，你怎么去筛选对的资讯的问题而已。你怎么样去去无存精？另外还有一个跟资讯无关的，叫做做中学。就是 practice， 因为你要把这些资讯啊，这些转化成知识，一定要实际参与，而且你要内化成能力。什么叫能力呢？能力就是你的 capability， 你这些必须要在做中去转化，它其实是一个很妙的转化过程。那你必须要去 practice， 所以你必须要在资本市场上去练习，你就真正去投资，是的，真正丢一笔钱进去，对的，你赔过钱，你吃过亏，你才会知道那个教训。对，那做中学呢，其实是很多人欠缺的。我觉得，资讯现在不是问题，重点是呢，你有没有这个意愿去做中学？对，好，那我们台湾这边其实对你来讲我就很好奇，
很多人其实追求到最后，我觉得不是去赚那个股票的这些钱，是我要有财富自由，对，我要让我自己安心的去，对，我就会说，人有财富自由，你才有尊严，你才不会去，你才有办法去体面的去面对这个世界。那对你来讲，财富自由是什么？怎样财富自由？财富自由基本上有一个很基本的公式，什么样的公式呢？就是你的生活支出，然后呢，你的被动收入。假设你的被动收入呢除以生活支出，它大于1或者等于1，你就财富自由了。哦，也就是说，宝洁当一个人呢，或者一个家庭，他的生活支出，所有的支出，他可以用被动式收入去完成它。就我不需要靠薪水了，我不需要靠工作了，然后我就可以支付我所有的支出，那叫做财富自由。但财富自由没有极限，因为它可以1，它也可以2，它可以3，它可以到无限大。所以就端视你对财富的追求的想象是什么。但我觉得人也不要过度的去追求财富了，因为你追求到财富，最终我们还是会受到寿命啊，我们人的极限的限制啊。所以你应该在追求财富的同时呢，去追求你自己人生的一些理想。比如说你喜欢做什么事情，学习什么事情，去把你的理想呢，可能用你的财富去做一些规划，我觉得那就更好的事情了。那基本上呢，财富自由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的观众朋友很多人都已经达到了，只是说呢，人生的追求跟理想你有没有达到，那可能就另外一回事了。是，好，我们跟慕骅聊得非常愉快，就是真的你就感觉到台湾人何其有幸。对，也就是说你今天面对了一个 AI 时代的来临，那台湾又刚好在这个 AI 时代浪潮里面的巅峰，那我们在这个浪头上面，你要不要去参与？你要不要去参与这个？那跟你未来你是不是翻转至关重要。所以刚刚慕骅特别强调，与其你听很多看很多，我们倒不是鼓励说你真去这个，你可以去在这个过程里面尝试着你去感受台湾的改变，台湾的这些立德，这个对你来讲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非常谢谢慕骅到我们的，谢谢大家，谢谢宝洁。各位宝洁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对我们的支持，还有您对我们的指教，其实我们都会认真的阅读，因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要自我检讨，甚至我们未来怎么去调整方向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就刚刚讲到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些留言有什么留言，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的跟观众来进行回答。淑娟说：“支持宝洁及团队，你们是最优秀的。”非常谢谢您的肯定。当时讲说，我们的节目其实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那这种改进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听后X5R他说，政府部门主管机关应该管理一下，坚决不让中共产品进来台湾。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很难思考的是说，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网购，现在很多的网购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网购是这样直接进来。那你如果说没有任何的管制，现在很多国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台湾在这方面没有管制。你没有管制，第一个你的品质，第二个你是对台湾的商业、对台湾的产业会不会有伤害，这都是政府应该面对的问题。Rookwood 0222他说，天佑台湾，感谢宝洁，一起保护台湾，台湾人加油。当我们希望说，在台湾这块土地里面，我们真的好好的守护，好好的来保护这个国家。Karen 说：“感谢宝洁哥制作这么好的节目。其实能够做这样的节目，其实是我觉得那是一种福分，那是一种福报，我们会非常珍惜。”喂，20110他说他看了郑习会那一集，他说只有我觉得郑丽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嘛。对于郑丽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们不予置评。立刻他看了川普无视习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说中国与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这样子比较通顺。也就是说，中国跟和平水火不容。其实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实是台湾。我们从来没有挑衅过对方。好，刚刚讲到的，我们非常认真的来做我们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我从以前我其实没有任何政党，那我也不去标榜这个东西，我只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在这块土地里面，我在民进党跑那么久的时候，我学会一句话：相信台湾，相信人民，相信台湾，相信人民。这是我做这个节目里面最中心的思想。